Hello， 我是那個大叔，很高興又來到我的遊戲頻道。今天繼續帶來全軍破敵戰錘3的對戰影片哦。看到這個角色就知道，我這次使用的是矮人。首先來介紹一下這位領主，符文領主。主要我是想要這兩個符文，一個是提升傷害抗性加 40%， 一個是減緩速度 45%， 以及衝鋒速度跟衝鋒加成。為了守護我方這些炮兵啊，這兩隊投石車，還有一隊非常昂貴的火焰炮，等等，可以看一下這3個炮兵的發揮。不過現在投石車已經在針對對方攻擊了，沒關係，繼續介紹我方兵表。那正面我方總共帶了3隊的鐵錘勇士，非常的堅挺，而且非常的可怕。那這邊帶了一隊雷鳴槍手仇恨之霸，主要就是切進來的部隊可以給對方迎頭痛擊啊。而且在這個角度來講的話，火線沒有被擋住，所以這邊射擊非常安全。那如果對方其實要過來的話，我方這邊兵這邊也可以直接上去，不會有太多問題。就是有點可惜，就是單位沒辦法展開，沒辦法說拉得非常寬。畢竟要在夾縫中求生存，只能這樣子。然後那旁邊這邊左右2隊都是屠夫，一隊是巨人屠夫，當然就是怕對方的戰車來襲啦。畢竟矮人嘛，遇到戰車還是很頭大的。好，我們這邊看一下，還有一個英雄是大工程師，沒有錯，就是輔助這些遠程單位啊。然後我們看一下這次的對手，我們這次的敵人是高精靈。那這邊總共出了1、2、3、4、5隊的查瑞斯的白絲，都是非常可怕的破甲單位，並且擁有90的重甲，非常的可怕。好，這邊一隊銀甲衛士，可能是錢沒算夠吧之類的。那後面帶了2隊的阿瓦隆姐妹，阿瓦隆姐妹真的在弓箭手來講的話，算是數1數2恐怖，而且它射程距離高達180，算非常的遠。然後又是遠程破甲，帶魔法攻擊以及火焰攻擊，真的是非常可怕的單位。好，我們看一下領主帶的是金屬系大法師，然後看了一下，應該是毀滅熔流，還有終極煉金術，帶了這2個法術。後面帶了一隊鷹爪弩炮，然後戰車果然是帶了2台啊，非常可怕。矮人非常怕被戰車撞。然後這邊比較不一樣的是帶了一隊貴族，然後騎乘的是老鷹。坦白講，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是不是正確選擇。我們來開始進入決鬥吧。首先，我是先打對方比較昂貴單位阿瓦隆姐妹，因為我覺得這個非常不好處理。如果要打正面這些巨斧兵的話，其實打不完。但是阿瓦隆姐妹只有2隊。搞不好我可以先重創1隊，那戰車也是先躲在後面，沒有第一時間衝出來。因為第一時間想要衝出來的話，其實很明顯要做處理的話，我的反應時間會比較足夠。不過可能忍不住了，決定不演的，讓貴族跟戰車一起衝出來了。他這個戰車也是有破甲的，非常可怕。好，我們看一下火焰炮的攻擊。哦，這個都可以躲。这個火焰炮全部打空了，基本上沒做到事。然後我們看一下，对方這邊要
準備要做切入了。戰車還有貴族左右是做夾擊哦。我們來看一下，其實我是不太怕，因為剛好我是2隊屠夫，所以牽制得住。只要屠夫不要被對方給拖走的話，哦，阿王姐妹已經開始攻擊了。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個攻擊很痛哦。然後他們衝過來了，看是我丟閃光彈，減緩對方的速度。啊，這時候就是雷鳴槍手瘋狂的擊火。看這個貴族還沒下來，血量就已經剩下不到50%了。然後下來撞了一下，持續攻擊，那這個貴族基本上就沒了哦。這個貴族基本上就送掉了。我們這邊放慢速度，那一一講解。那剛剛左側的戰車被我方的巨人屠夫盯上了，而且是有確線黏住，那這一隊基本上就會蒸發掉。那貴族這個已經舉白旗了，這個一定會跑走。啊，另外一隊戰車，我方的龍背屠夫沒有抓到，結果跑去抓了銀甲衛士，這不是個好消息。那剛剛放的毀滅龍流下來，其實也蠻痛的啊。然後我的火焰炮現在在針對對方的阿王姐妹，操作的過來，他弓射完，然後看到我方的飞彈炮彈過去，立刻拉走，這反應速度。但是也是要不斷的射擊，跟對方做交換。我們看一下對方的法師不斷的在戰場旁邊徘徊哦，他可能在存那些魔法之風。那我方的鐵錘勇士現在有那個勉強擋住對方2隊的白絲。好，這邊我方的雷鳴槍手在不斷的射擊哦。不過他這樣子跑來跑去，基本上射不太到。哦，這一輪打下來，對方的領主會非常的疼痛，剩下不到50%的血，而且士氣岌岌可危，這個非常危險。然後火焰炮也在後面不斷射擊。然後這邊放了一個法術，但是似乎沒有打得很準。然後我方把雷鳴槍手再次拉出來。針對對方的領主做一次擊火，好，直接殲滅。那這一場基本上只要領主一死，尤其在這種比較末盤，很容易士氣會撐不住。這一盤比較像是教科書式的打法，像是矮人如何去抵擋戰車。然後我們首先來先講一下。畢竟你會出矮人這邊會出投石車這種東西，遠程的，就是遠程的炮兵。那依照其他種族想法，就是矮人嘛，腳很短。那腳很短的話，用戰車這類東西做衝撞，那我方會取得巨大優勢，確實沒有錯。那矮人也不是沒有反制的手段，那就是符文領主或者是大工程師的閃光彈。這2個東西都可以嚴重的拖緩他們的速度。那這時候你的屠夫就是上前粘上去的時候，或者是像用雷鳴槍手或者是其他的遠程單位要擊火，因為它緩速的時間有限，並沒有到非常久，但是足夠你射1輪至2輪。如果你剛好有2隊轉個方向大概可能可以擊火到2輪左右，像剛剛的貴族被擊火，基本上他是沒有做到事情，下來摸一下，然後就直接飛走。那他們像這種機動單位都被打完過後，阿王姐妹算是第2有威脅性的東西。那我方的解決方式就是依靠火焰炮。不過剛剛看到他們的反應，這個反應真的很快。剛剛箭矢射出去，然後看到火焰炮的子彈，立刻直接拉走。他這樣子反覆操作，其實真的是很拼啊。
一定要去特別去抓這時間。但是坦白講，我沒那個能力。這個反應速度真的太快了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內容了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幫我點個讚，並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個大叔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